你知道为什麼大多數的人懂得了那麼多的道理，卻依然過不好這一生嗎？也賺不到自己想要的財富？彎子呢，今天就不繞了。我想和大家探討一點比較扎心的一個事實，看看我說的這些各位你占了有幾樣。說道理你都懂，侃侃而談的哲學你也略有了解，講商業貌似底層邏輯你都會講商業的案例貌似你一眼就可以看透這個事情背後的一個邏輯，到底這個人想要搞什麼鬼。但為什麼現在你還是一個窮人？各位，因為你只知道而不是相信。什麼叫做知道？就是你只是得到了這個信息。那什麼叫做相信呢？就是刻進骨子裡面的一種信念。就比方說你現在明知道吸煙有害健康，那為什麼你還要吸呢？因為你打心底裡邊就沒有相信這個東西能夠要你的命。因為真正的相信的人，他是從來一根兒都不帶碰的。那麼怎麼從知道變成相信？那麼你只需要去考慮一個問題，就是你為什麼想要有錢？各位，為啥？想自由想買點啥就買點啥，或者說想周遊世界不想當牛馬。然後呢？然後不知道了。問題就出在這裡，大多數的人沒有然後，是因為99%的人對財富的想象，他只停留在買買買、花花花、玩玩玩為止。這叫啥？這叫衝動，而不是對錢的慾望。真正的慾望是什麼？是燃燒的一種執念。就比方說你早上起床的時候，鬧鐘叫醒你的，它不是鬧鐘，是你自己心裡的一個野心。那晚上睡不着的時候呢，它不是焦慮，它是一種興奮。那怎麼樣才能夠產生這種執念呢？我問大家，都談過戀愛沒有？你談戀愛的時候是怎麼產生執念的呢？是一見鍾情嗎？不是，是你不斷的想象和對方在一起的畫面場景，想得你臉紅心跳，想得你是夜不能寐財富呢也是一樣的，對吧？你得不斷的想象你擁有了它之後，你之後的具體的畫面，然後呢你的身體就是都跟着相信了就想象的你的身體都跟着相信了。就好比你现在閉上你的眼睛，想象一下你嘴裡現在有一個檸檬，咬了一口，那想到你自己流口水為止。那口水流了之後，檸檬在哪兒呢？沒有，在腦子裡想象的。檸檬是假的，但是你的口水呢，它是真的。你的潛意識它就像一個傻子一樣，分不清現實和想象當然這不是自我欺騙這是一種訓練。就好比運動員在比賽前，他的腦子裡就會想象預演自己的成功，那一畫面是為了讓自己的身體提前熟悉這種感覺。真的到那一刻的時候，他的身體就會說這感覺我非常的熟，然後就奪冠了。你別不信你知道之前有一個賣車的銷售是世界紀錄保持者，他叫吉拉德他每天對着鏡子就喊250遍，說我是這個世界上最偉大的一個銷售員。別人都嘲笑這個人是個瘋子，但是他第一年就賣出去了267輛車，第10年破了世界紀錄1425輛車。各位，是他的話術變得厲害了嗎？不是真正是讓他自己都相信了。人是有一定的能量場的，做過生意的老板都知道你別不相信自己你自己都不相信你自己了，憑什麼讓別人相信你自己，對吧？那關鍵是普通人如何建立這種信念，這才是關鍵。就大部分人他的失敗是因為什麼？是因為他的目標太猛，步子太大，扯到襠了明明自己月薪只有2500的工資，对吧？非得想象明年年底自己就能夠年賺100萬。你的潛意識它就像一個孩子，對吧？你突然跟他說我明年年薪要賺到100萬以上，他只會給你覺得你騙傻子呢，然後就啟動一種自我保護的機制，讓你果斷的進行放棄真正的信念是階梯式的一個洗腦，是一個從小就是到大的一個階梯式的過程先從一個小的不可能失敗的開始。比如說你這個月比上個月多賺1000塊錢別嫌寒碜，對吧？如果說你嫌寒碜，你就想一想你上個月的工資比你前一個月有沒有多出1000塊錢來。如果沒有，那你就去做到了就等於你自己突破，潛意識才會對你認可，說原來我真的可以做到。然後呢，
5000、10000往上去疊加。记住哈，各位，別說有錢了就會躺平，真正賺到錢的人才知道有錢是會上癮的，沒有嫌錢多的停不下來。但是呢你想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先嘗到點甜頭。那如何這樣做呢？我給大家分享6個閉環系統，當然第6個才是最重要的。第一，找到你自己的為什麼这句話怎麼說啊？不是你想要自由的那種虛無縹緲的東西比方說我想買一部全新款的 iPhone 17 Pro Max2TB， 对吧？讓你的父母住進大別墅，自己開上邁巴赫，是不是？還是讓別人之前看不起你的人閉上他的嘴巴？必須具體到讓你心跳加速，然後半夜睡不着的這種事情。只有這個為什麼才能夠想讓你在放棄的時候把你拉回來。第二，把為什麼翻譯成一個數字，比方說一個新款的 iPhone 18000，大別墅的首付200萬邁巴赫200萬，加起來多少？加起來418萬。數字它是不會騙人的，它可以讓你看清這個真實的現狀。第三，倒推你自己的價值，418万會不會從天而降呢？各位，它不會，它必須是價值交換的一種結果你能夠提供什麼值這418万？是一個人給你418萬呢，還是1000個人每個人給你4018比方說你什麼東西值4018？一門課、一個產品、一個服務或者說一個項目。如果说你能想到這兒，那幻想就開始變為你自己的計劃了第四，給自己定一個死期的期限，沒有截止日的目標都是耍流氓。帕金森定律各位都聽到過吧哈？任務總到最後一刻才會真正的完成。給你1個月，你拖1個月；給你1年，你拖1年。但是給你1周的時間，你照樣可以1周內把這個事情全部完成就好比你小時候寫暑假作業，不到最後的一個晚上的最後幾個小時，你是不可能做完的，各位。所以說必須是明年9月21日晚上12點，越精確越準越好，你的大腦才會把這個事情當真。第五，90%的人都做錯了什麼？立刻行動，他不是準備好了再說先做出一坨屎來，慢慢的去改变比如說你现在想到啥立刻就記下來，哪怕幹啥都行，哪怕你發個朋友圈或者在這個視頻底下評論一下你到底想幹什麼，對不對？關鍵是讓你的夢想在這個現實的世界當中留下一個痕跡，因為靈感是有保質期的，今天不動，明天呢你就會想10000個不動的理由給自己最後一步當然也是最重要的。第六，每天彩排自己的人生，把你的目標寫下來每天早上起來讀一遍，晚上睡覺的時候讀一遍。當然不是說讓你念經在那裡是讓你看到你的目標的那個畫面，感受到你那個心跳這6步它是一個系統。找為什麼就像是一個發動機，數字呢就是你的目的地，價值呢就是你的路徑，死期呢就是你的油門，行動是你的點火，彩排是你的導航，缺一個你都發動不起來，你的機器到不了你的目的地。說到這兒各位，問大家一個事情，我前面講的是不是都忘記了？如果記不住那就對了，記住呢才是不對的，因為你的大腦一次只能改变一個計劃就是裝一個改變。因為啥呢你今晚就幹一件事，找到你的為什麼，讓你心跳加速的理由寫下來，哪怕是打在評論區，別拖如果你一拖，明天絕對就忘記了，甚至說不想幹了。記住，弱小的為什麼就是造就了弱小的人生。喬布斯呢，他的為什麼是什麼？是改變世界，所以說他改了。馬克思呢，他的為什麼是把人類送上火星，所以說他在造火箭你的为什麼是什麼？如果說只是想多賺點錢，那麼你也只能夠多賺一點錢了，別和任何人去討論自己想完可以打在評論區然後把這個視頻收藏，自己收藏起來迷茫的時候就看一看，对吧？打在評論區的同時呢，看看有多少人去嘲笑你。如果你連這個嘲笑都扛不住，那你憑什麼能扛住那418萬呢？各位，你的人生要麼見證奇蹟，要麼成為奇蹟，而奇蹟是從你自己真正相信的那一秒開始的
那如果说你感覺這些方法你都用了，但是一點沒有效果，那就證明一件事，你其實不想成功，你只是喜歡想成功的一種感覺。大部分人都是這樣的哈，他們收藏了100多個方法，卻一個都沒有用過他們的人生就是一個不斷的收藏夾所以說當你的痛苦大於你的恐懼的時候，當維持這個現狀比改變更難受的時候當你無法忍受自己不做出改变，或者說無法忍受當下自己的時候只有接受真相的人才能夠改变真相，也配改变真相所以說各位能夠看到這裡的應該都是想改變的人，但是想和做往往是隔着一個今晚的行動差，对吧？大多数人都是晚上想想千條路，早上起來賣豆腐嘛，對吧？那比方說我這個視頻9900個人，比方說1萬個人看到了，那麼9900個人會滑走，99個人會看完，也就是說看到我說到這裡一個人只會接下來去做，但是就是這一個人會拿走原本於屬於1萬個人的機會那你是那一個嗎？如果不是呢，你就是剩下的那9990个人的一個背景板不是每個人都配得上在這個世界上能夠成功，但是每個人都有機會去爭取最後我總結一句話你缺的不是方法，你缺的是什麼？缺的是相信這個方法會有用，而相信呢也是一種選擇，不是結果。如果說你選擇相信，你就會發現原來相信本身就是一個最大的方法。